今天给大家这个带到西班牙啊，咱们演绎一下这个在西班牙半岛的肖邦啊，他是这格拉纳多斯啊，这个作为作曲家，大家都认为是西班牙的肖邦啊，非常非常的这个抒情啊，具有诗情画意，而且他这道曲子呢，这首是在这个组曲啊，叫格雅之画啊，这个组曲。大家也知道格雅是非常著名的这个大画家哈，到时候我们可以让小严给大家这个稍微专门这个讲解一下格雅的画啊。对，这是他这个画里的其中一首啊，以这个画为灵感的，叫这个夜莺与少女啊。那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作品啊，它有着这种夜深人静的这种孤独和浪漫啊，给大家弹两下。但它这个前奏比较长了，主旋律给大家弹一下。然后，然后再给大家弹一下夜莺的那段啊，听一下。这段让我想到了这个用二胡演奏的这个空山鸟语啊，非常非常接近这种画面和声音，用钢琴来这个做鸟声啊，做鸟鸣，非常有意思。那我为什么很喜欢这首曲子呢？首先我稍微跟讲一下我跟这个曲子通过一个伟大的西班牙钢琴家的一个渊源啊。我当时在1999年这个替补瓦茨的时候，在拉维尼亚啊。现场不是这个是叫世纪音乐会嘛？那除了就是我替补的瓦茨，那天晚上有很多很多的伟大的钢琴家，包括这个弗莱雪，然后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著名的钢琴大师，这个女钢琴家，当时也全世界最顶级的钢琴家之一的，这个拉罗加阿里西亚啊，拉罗加。他那场音乐会呢，就弹了这个《夜莺与少女》啊，还弹了一首别的，他弹了2首的格雅之画里的，因为他等于是把这个格拉纳多斯的这组曲子弹红的在世界上啊，等于是他这属于是原汁原味啊，都是来自巴塞罗那，和这个作曲家一样啊，就是他们受到了这个很多的卡塔鲁尼亚的风格的熏陶啊，这首曲子跟当地的音乐有很密切的交流。当时在现场弹的，给我心都弹醉了，你知道吧？弹醉了，就那个声音。然后我一直都非常喜欢他弹的这个西班牙作品，实际我听很多西班牙作品都是听那个拉罗加弹的，他确实是西班牙作品，他是最有发言权的啊。然后呢，但是这场音乐会呢，我见到他在后台的时候，他跟我说，他说我看到你的升起，然后我们这代钢琴家的这个谢幕，我当时就很开玩笑，我说你还年轻，你谢什么幕啊？我说我这一直听你的音乐，我终于看到你本人了，我都这太激动了。他说他马上就退役了，所以当时我就觉得就是真的是我看到了最伟大的西班牙钢琴家的这个谢幕，然后还演奏的这首曲子啊，那给我
带来的这个不可磨灭的这个印象，我到现在都想着他弹的这个声音和味道。那么稍微讲讲西班牙的音乐啊，西班牙的这个音乐呢，就是说他们呢，其实实际是比较有意思，因为西班牙它这个国家并不是那么大啊，但是因为它在这个近代的这个扩张，还有包括它和这个就是极其就是国际化的这样的一个路线啊，所以它这个音乐里面有很多不同的风格啊。那像这个卡塔鲁尼亚的这个，就是这还算比较就是跟欧洲就是属于是一脉相承的，实际上是有一点点阿拉伯风啊，就是你会听到阿拉伯的音乐的一些东西，然后还有一些这个印度啊，就是它有一点这种比较有特点的这种这个音阶啊，还有一些就是它这个音程啊，它不是跟这个传统的欧洲的音程不太一样，它受到了一些阿拉伯和印度的这个音乐风的一些融合啊。然后另外呢，它这个西班牙的音乐呢，它总有一种就是说特有的伊比利亚风的这种，我不知道大家吃不吃这个伊比利亚的这个熏肉啊，他们的这个熏猪肉啊，就非常非常有味道啊。所以我觉得这首曲子让我感受到了很多的这西班牙的美食的那种啊，这个跟意大利还很不一样，因为它是伊比利亚风，意大利是亚平宁风，它是都属于是地中海，但是它这个里面我就有时候甚至我能感觉到一些什么海鲜饭的这种味道啊，它是有一种这融合感很强啊。我给大家稍微讲一讲这，比如说某些地方啊，比如像这个。他每次都是在这种他这个尾句啊，都是要玩点这种小的这种弯儿啊，或者呢玩一点这种虚的这种，让你感觉到就是你没有站在地面上这种感觉，实和虚之间的这种转换非常明显，然后都是用这种滴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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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所以有时候你听到有一点点这个中东的这个味道啊，它是特意的就是这个风格，对，然后也经常是滴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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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甚至你会。